最近，印度在法国订购的第2批阵风战斗机已经到货。之前7月份的时候，印度就已经接收了5架阵风战斗机。新加入的阵风战机无疑会增加印度军队的实力，这可是海陆空兼顾，被评为功能最全面的战斗机。印度这边火力大增，那边老冤家巴基斯坦坐不住了，可不能看着对家起高楼，辗转反侧之下，巴基斯坦就想到了可以去找中国买战斗机。早在2009年的时候，巴基斯坦就看中了中国的歼10战斗机，只是在开始生产枭龙战斗机后，购买歼10的计划就被搁置了。现在看到印度有了阵风，巴基斯坦觉得还是得有歼加军护法，便立马组成了一个13人小组赶赴中国，商谈一下买歼10战斗机的事宜。据印度防务新闻报道，巴基斯坦计划紧急购买30多架歼10CE 及其导弹。歼10CE 是歼10C 战斗机的出口版本，其装备的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最多达250公里。该战斗机可以携带 PL-10E 红外成像指格斗空空导弹和 PL-15中远程空空导弹，而且歼10CE 战斗机一次最多能够携带6000千克的武器，最多可以携带11枚导弹或炸弹，综合能力不亚于 F-16V、阵风等战斗机。而之前有消息称，它的报价是4000万美元，相对于印度购买的单价将近2.5亿美元的阵风战斗机，显得要物美价廉很多。歼10CE 之所以能这么便宜，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等配置都是国产的，中国制造很擅长批量生产，就拉低了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可以说价格上面，巴基斯坦是没什么好忧愁的。巴基斯坦那边最担忧的还是阵风的流星空对空导弹和米卡导弹。巴基斯坦目前没有可以携带这些导弹的战机，其现役的战斗机大多数历史久远，不堪重任了。再加上印度空军新加入了8架阵风战斗机，可以说空中实力的天平完全倾向了印度。如果2021年俄罗斯交付给印度 S-400防空导弹系统，巴基斯坦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印度的内政部长拉格纳特辛格直言，阵风改变了印巴的游戏规则，印度空军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技术优势。巴基斯坦购买了歼10能够力挽狂澜吗？诚然，阵风战斗机非常先进，但是也因为其是多用途飞机，牺牲了一定的空战性能，而歼10的空战性能相当好。最重要的是，目前印度接收了8架，巴基斯坦购买的歼10数量也占有优势，建议巴基斯坦再多买一些歼10会更为稳妥。根据名为《空军时报》的外国媒体报道称，继美国向阿联酋出售了大量的 F-35隐身战斗机之后，美国后续拟批准向以色列出售50架 F-22战斗机。如果该媒体的消息属实，那么可以说美国的这一决定绝对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决定。要知道，作为美国最为先进的第5代 F-22战斗机，美国原来可以从没有计划将其进行出口。那么美国为何会舍得将如此先进的战斗机出口给以色列呢？根据分析，早前美国国会曾通过法律，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保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持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此前美国曾向阿联酋出售了大量的 F-35战斗机，因此如果想要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那么 F-22绝对是不二的选择。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 F-22早在2011年就已经停产了，停产近10年，而且该机型的定型生产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按道理说 F-22在航空电子等各方面应该都是落后于 F-35的，毕竟双方之间的技术发展相差了近10年。如果大家真的这么认为，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别看两个机型的技术相差很久，但是其实 F-22的航空电子软件依旧在不停地进行更新。由于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F-22的雷达孔径远大于 F-35， 因此依托着软件的升级， F-22的雷达探测范围依旧可以吊打 F-35。而在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以及隐身性方面， F-22也比 F-35要强不少。首先，美国如何拿出50架卖给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前的美国有2个选择：一，从自己现役的 F-22里抽50架卖给以色列；二，开生产线重新制作。然而第2个方法所需要美国花费的金钱与精力实在是太大，因此第2个方法不切实际。而第1个方法也存在着不好的地方。要知道，如果美国不开生产线的话，那么现役的 F-22战斗机可以说是卖一架就少一架。目前美国预估有185架左右，而中国的歼20目前已经成熟，可以说距离量产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此时美国向以色列出售了50架 F-22，那么美国现有的 F-22保有量将会捉襟见肘。最为关键的是，面对着中国的歼20，美国的 F-22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制胜把握。
如果此时美国再减少 F-22的持有量，那么未来的美国空军如何对抗歼20？因此，出售 F-22对于现阶段的美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行为。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国可谓是好不闹腾，一边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国肆虐，一边又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打起了仗。而现在中国也需要面对不少棘手的问题，例如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就在最近，日本似乎也是闲得发慌，竟然随便找了个只为应对中国的理由，就打算在其国内部署大量的鱼鹰。不过对于该机的部署，日本似乎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由于担忧中国近期频繁的海洋活动，他们希望能够增加鱼鹰的数量至17架。而这些新增的鱼鹰将会被应用于西南各道的防卫。此前，日本在10月份的时候还曾公布了一份日本鱼鹰与美国军舰合作运用的构想，但是本来打算部署在佐贺机场的计划却并没有得到当地的同意。而日本防卫省在对此分析之后也表示，应该寻找其他的部署地点。然而，由于日本各地区对该机安全隐患的担忧，因此目前该机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部署计划。那么为何日本如此执着要部署鱼鹰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该机的数据。鱼鹰的最大时速可高达465公里每小时，这比目前日本主力的 CH-47 直升机的速度还要快 1.7 倍。最为关键的是鱼鹰的续航能力，该机的续航能力最高可达2600公里左右，这更是相当于 CH-47 直升机的续航能力的 3.2 倍。本来日本防卫省所拟定的计划是在佐贺市的佐贺机场部署多架鱼鹰，然后再利用该机的续航优势，与相距约60公里的香浦部队采取机动一体化运用，未来将可以实现1000公里范围内无需加油的高军事机动能力。然而，当日本防卫省2014年向当地政府提出了部署请求之后，当地政府却拒绝该直升机部署在此机场。无奈之下，日本防卫省只能采取另一种方案，在多方面进行协调之后，他们决定在陆自直升机部队的主要据点木更津暂时进行部署。目前该基地也拥有着可以确保鱼鹰起降的跑道以及停靠17架鱼鹰所需的场地，但是这也只能起到暂缓的作用。在日本自卫队中，甚至还流传出将鱼鹰部署至美军航母舰载机候选地的鹿儿岛县、无人岛、马毛岛等等地点。但是根据一名日本陆自直升机飞行员透露，如果部署在这些地方，那么由于这些地点离岛海风强烈，很可能会造成机体生锈。不过如果未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那么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别无选择。在近1年的时间里，中国天眼的观测时间已经超过了5200个小时，这个数字已经大大的超越了早前预估时间的2倍，并且依靠着中国天眼，我国天文学家累计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超过了240颗。不止如此，我国天文学家还基于中国天眼的数据，发表了不少的高水准论文，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40篇。而且就在最近，我国天文学家利用中国天眼发现了快速射电暴重复暴辐射具有非常丰富的偏振特性，该发现目前为全球首例，并且其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刊登在了《自然》杂志上。前者利用中国天眼探测到了快速射电暴重复暴 FRB180301，与此同时，后者则同样利用中国天眼对银河系磁星软伽马重复暴源 SGR1935+2145进行了多波段联合观测。据悉，此次观测是在该暴源爆发的同时，借助了中国天眼极高的探测灵敏度才探测出来的结果。后续这2个观测结果合成起来的成果说明，2次快速射电暴重复暴辐射之间具有较弱的相关性，并且磁星爆发产生的 FRB 必须得在极其特殊的物理环境下才会产生。未来随着中国天眼各方面性能的提升，像这样的全球首例的发现很可能会越来越多，这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类了解广阔的宇宙，甚至借此人们还可以开启对地外文明的探索。但是其实早在中国天眼拟定建造计划之初，就有人一度造谣表示，著名科学家霍金反对中国天眼的建造计划，尽管找不到来源，但却引起了不少讨论度。而从现在中国天眼的表现来看，这些人无疑被自己所造的谣言给打脸了，甚至他们所给出的所谓霍金害怕中国天眼接收外星信号，从而导致外星人发现并侵略地球的理由，根本都无法自圆其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天眼是接收信号的，它并不是向外发送信号的。试问，外星人怎么才能定位一个接收信号的设备呢？最为关键的是，宇宙如此宏大，这之中肯定不止人类一个文明。就算外星人的科技发达到能够定位接收信号的设备，那么他们也不可能100%就定位到地球吧？再者说了，这种造福全人类的工程，霍金怎么可能会反对呢？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媒体，不知道他们的脸现在痛不痛？不过不管怎么样，中国天眼的作用现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只能希望未来人类能够依靠着天眼发现更多宇宙的秘密。